这一次，中国不再当吃瓜群众，我们要当主角。一直都说 5G 改变生活 ,5G 改变世界，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 ,5G 不过就是快一点的网速而已，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。说改变生活改变世界，很多人都对这个说法产生了怀疑，认为很夸张。但是最近我国日照港的一个码头正式启用，让大家对 5G 有了新的认识。就在国庆过去不久，全球首个顺岸开放式全自动集装箱码头在山东日照港正式投产使用。这个港口的特别之处在于，它是在传统码头的基础上，通过国产技术自主创新研发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。尤其是北斗 5G 技术和国产码头操作系统 TOS 相互协作，让各种操作能够达到厘米级别的精度，并且相较于传统码头，它的运营成本大幅降低，在全球都是首创。5G 改变生活一点都没毛病，无人操控码头的正式启用，将极大的减轻工作人员的工作任务。同样，随着 5G 技术的广泛应用，未来类似无人操控码头这类的无人设施将越来越多。5G 技术正在改变目前的世界。每次看到发展新技术，国外的网友都异常的羡慕。这次日照港全球首个无人操控码头的正式启用，国外网友同样又开始酸了。网上铺天盖地都是他们羡慕的话语。有外国网友表示，以前人类无法想象在生活中或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只需要看着屏幕就可以在舒适的环境中工作。在这当中，华为的 5G 做出了贡献。不久之前，匈牙利和华为签订了协议，双方也会开发一个 5G 自动化港口。还有外国网友在抱怨美国的港口服务，他们表示，美国快来学习这种先进的技术，以减少港口的拥挤，提高工作效率，这样洛杉矶港口就不会大量的积压货物。而对于近年来中国科技的发展，国外网友也给予了肯定，他们认为这才是中国应有的样子，伟大的人民和互助，不断更新的新技术，拥有努力工作和奉献精神的中国人民，这绝对是一个现代化强国。欢迎来到无可争议的2021年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由于各种原因，我们已经错过了第一、第二次工业革命，第三次我们也只是抓住了尾巴，这也是之前我们落后西方的主要原因。幸好我们通过几十年的努力不断追赶，现在面临第四次工业革命，我们一定会抓住这个机遇。这一次我们中国不再当个吃瓜群众，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成为主角。据媒体最新报道，这位议员名叫詹姆斯·李施，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图文，向美国海军致以生日的祝福，却让自己成为热议的焦点。詹姆斯表示，在过去的246年，美国海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，保卫美国免受外国威胁，才使得美国人能够安全地待在家中，呼吁为美国海军的生日庆祝。然而，无论是配图还是文字本身，都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议论，将中国造当成是美军战舰。近日，一位名叫布朗的美国媒体国防编辑及时发现了詹姆斯的错误，在留言中提醒，这不是一艘美国军舰，这艘军舰是中国建造的北大年级近海巡逻舰，服务于泰国皇家海军。在意识到错误后，詹姆斯及时删除了文字和图片，但这件事却持续在网络上流传，舆论纷纷嘲笑，即便这位议员没有军事方面的知识，至少可以向专业人士求证，还可以轻松地在专业网站上下载到正确的照片。其实这已经不是美国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事情，曾经的一次错误也与中国有关，差一点因此酿成大乱子。美军 F-35 的配图竟然是中国的歼20。为了让部队熟悉各种飞行器，各国都会编制飞机目视识别手册。然而，美国的手册中，有人发现其中配图出现巨大错误，明明标注的是 F-35 战机，上面的配图却是一张中国歼20隐形战斗机的3视图。这种错误让人哭笑不得。美国一直在中国领海附近挑衅飞行，谁都不敢确定这架飞机会不会在空中遭遇。如果没有被及时发现，美军可能分不清对方战机是友是敌，这样的误会有可能引发大乱子。在发现错误以后，美军不得不在全军收回册子，重新印发。就连如此严谨的工作都能出现这种低级错误，也难怪参议院詹姆斯会出现配图错误。在中国人看来，魔鬼藏在细节里，比配图问题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詹姆斯的文字。美国海军真的是保家卫国？美国议员詹姆斯认为，因为美国海军保家卫国，才有了美国人可以安全待在家中，这是真的吗？美国海军驻扎在世界的各个地方，打着维护世界和平的番号，频繁向其他国家实施攻击，给许多国家带来灾难。有分析认为，美国人能够安全地待在家里，并且享受着较高的福利，并非源于美军的保护。为了掠夺利益，美军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实行长期的霸凌和侵略。直到今天，因为美军的狂轰滥炸，还有无数中东
地区的人民在战争的废墟中挣扎。随着印太战略的推行，美国在中国周边拉帮结派，组成反华联盟，更是纠集一帮小弟在我国家门口军事演习，展示肌肉。我们不禁疑惑，这和詹姆斯文中的所谓保家卫国有什么关系？外界认为，每个人都可以为本国的军事力量感到自豪，也可以为本国海军庆祝生日，但是美国海军保家卫国的说法简直就是个笑话。据媒体报道，日前新加坡外长维文和澳大利亚前国防部长派恩的对话引发关注。澳大利亚在为自己配合美国印太战略打压中国做辩护时，最常用的理由是谋求中澳间的对称性，暗示双方关系非对等。这是一个令人迷惑的概念。澳大利亚作为一个2569万人口的岛国，如何和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做到对称？对此，新加坡外长维文给出的批评不留情面。维文表示，新加坡不追求与中国的对称性，因为新加坡太小了，在所有问题上都保持对称是不可能的。既然双方有差异，就应该找方法解决。维文表示，新加坡找到了对的方法，那就是展示相关性，有用但不被利用。中国和新加坡之间有很好的合作关系。维文还提醒，新加坡的做法值得印太地区每个国家借鉴。维文还提醒，谁都不会轻易放弃领土主张，新加坡的经验同样适用于南海周边所有国家。显然，维文的智慧要比大多数澳大利亚政客们成熟得多。小国有小国的生存之道，但小国妄想玩大国游戏，最终只会陷入国际竞争的绞肉机而无法自拔。关于澳大利亚如何处理和中国的关系，维文给出了自己的建议。与此同时，似乎也在暗讽澳大利亚过于狂妄自大，牺牲国家利益为美国的恶华战略冲锋陷阵，在中美博弈中甘当棋子。除了美国奖励的几艘核潜艇，什么都得不到。事实上，因为拥有核潜艇，澳大利亚还将失去作为无核国家免受核武器攻击的特权，简直愚蠢至极。在这位新加坡外长看来，赌桌上总有那么几个相同的玩家，谁也不可能轻易梭哈。这是一场长期的比赛，必须从更广阔和长远的角度看待问题。面对维文的分享，澳大利亚前国防部长佩恩也不得不承认，澳大利亚在处理国际关系中确实是短视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美国方面透露，提供给澳大利亚的核潜艇可能要20年后才能下水。在美澳打破地区军力平衡后，周边国家的军力在20年后也会有相应的增长，到时候澳大利亚依旧没有任何优势。有分析认为，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交易。澳大利亚一方面要失去中国广袤的市场，另一方面还要向美英等国支付庞大的军费预算。沉迷于美国的印太战略，率先选择站对美国一边，对中国挥舞拳头，在这位新加坡外长看来是多么无知。在与派恩谈话中，维文特别强调新加坡和中国关系很好，这无疑又一次打脸澳大利亚。新加坡在与中国的合作中长期受益，而澳大利亚却亲手毁了与中国的关系，简直就是蠢蛋。在本月初，美、日、印、澳等4国海军正在孟加拉湾举行第2阶段的联合海上联合演习。这次演习最大的亮点是，美国海军将派出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进入孟加拉湾，而印日澳3国将分别派遣驱逐舰、护卫舰等舰艇参加演习。毫无疑问的是，这次4国海军举行的马拉巴尔联合军事演习，目的是不言而喻的。除了推进美方的印太战略以外，还加强了对中国的封锁。在这一背景下，俄罗斯和中国也在日本海象4国展示了自己的实力。首先，俄罗斯的特里普斯海军上舰号大型反潜舰和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等12艘舰艇于10月11号在日本海举行实弹演习。在演习中，俄军共发射了10枚导弹，其他舰艇发射的多枚目标均被摧毁。除此以外，俄罗斯海军还同中国海军展开了海上联合2021演习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此次的中俄演习中发生了非常刺激的一幕，有位不速之客在演习过程中突然闯进了演习场所附近，直接进入了实弹射击禁航区，而这一不速之客就是美国海军的查菲号导弹驱逐舰。在面对美军硬闯中俄实弹演习区如此冒失的挑衅行为时，俄罗斯方面自然不会惯着美军，直接派出了特里布斯上舰号冲向了美舰，美军也是不负众望，当场认怂。在查菲号驱逐舰与特里布斯上舰号间的距离不足60米时，美军扛不住压力，选择了掉头。在看到俄军做出的反击以后，相信不少人会有一些疑惑，美军这次硬闯的不是中国与俄罗斯共同的实弹演习区吗？
为什么俄舰直接动手驱离，而我军为何却视而不见呢？其实吧，理由特别简单，因为美舰在靠近中俄联合演习的射击区的同时，更加靠近了俄罗斯领海，所以这一次无论是作为演习的组织者，还是东道主，又或者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，俄罗斯都有义务以及责任去解决这件事。最为关键的是，这事儿往小了说是维持演习秩序，往大了那就是维护国家主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那当然是俄海军去解决。在这件事里边，如果说演习区域是位于俄罗斯领海以外的公海的话，那中国作为受邀参加联合演习的客人，在收到演习指挥部门的命令以后，是可以实施驱逐第三方军舰的任务。但现在情况不同了，那我军自然没有出手干预的必要。